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一、乌克兰在北约支持下加强对俄罗斯的深度打击。据鲁尔新闻报报道，北约成员国正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以增强其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深度打击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透露，2025年全年，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总支出预计将超过500亿欧元，较2024年大幅增长。这些援助包括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情报支持系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北约一直在逐步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规模，从最初的防御性武器到如今的进攻性打击装备，标志着西方介入程度的显著加深。这种一意孤行的升级路径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格外孤立，而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风险也在持续上升。这种军事升级将对欧洲安全局势产生什么长远影响？军事专家分析认为，北约的深度介入可能导致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区域性冲突，欧洲的和平前景将变得更加暗淡，各国民众的安全焦虑也将持续加剧。二、伊朗宗教领袖因和僵局和国内不满情绪面临严重危机。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正面临和谈判僵局和国内不满情绪的双重危机。9月23日，哈梅内伊在电视讲话中强硬表态，称与美国在核问题上的谈判是死路一条，拒绝任何妥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3月致信哈梅内伊，要求伊朗在2个月内达成新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然而，哈梅内伊坚持伊朗有权进行铀浓缩活动，目前浓缩铀纯度已达 60%。与此同时，伊朗核心决策层在以色列袭击中遭受重创，多名高层人员身亡，加剧了政权内部的不稳定。从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到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再到如今的全面僵局，伊朗政权的强硬姿态显得愈发孤注一掷。这种困境将对哈梅内伊的政权稳定性造成什么致命冲击？中东问题专家指出，核僵局的持续和国内矛盾的激化可能导致伊朗政权陷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甚至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从而彻底改变中东地区的权力格局。3. 俄罗斯用数百架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乌克兰，引发欧洲各地恐慌。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9月20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202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行动，向乌克兰9个州发射了超过600架无人机和导弹，其中包括579架无人机、8枚弹道导弹和32枚巡航导弹。这次袭击的目标涵盖了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造成大量建筑损毁和人员伤亡。此次攻击规模之大，创下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纪录，远超5月26日的355架无人机袭击。这种毫无节制的大规模打击引发了欧洲各国的广泛恐慌，多国政府纷纷谴责俄罗斯的暴行，并担忧冲突可能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从2022年冲突初期的局部交火到如今动辄数百架无人机的饱和式攻击，俄罗斯的战术升级显示出其不惜代价摧毁乌克兰抵抗意志的残酷决心。这种无差别的大规模袭击将对欧洲整体安全环境带来什么灾难性后果？国际关系学者警告，俄罗斯的疯狂打击不仅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还可能彻底撕裂欧洲的安全架构，迫使更多国家卷入军备竞赛，使整个欧洲陷入长期的不稳定状态。4. 欧几里得联盟发布最大的宇宙模拟，以辅助望远镜数据分析。据希腊财经报报道，欧洲空间局的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项目于2025年3月发布了首批大规模巡天数据，展示了史无前例的宇宙深空景象。这批数据以3幅马赛克图的形式呈现，囊括了2600万个星系，其中一些距离地球105亿光年，并首次对超过38万个星系和500个引力透镜候选者进行了分类调查。欧几里得望远镜覆盖了约63平方度的天空区域，相当于300个满月的面积，为科学家提供了探索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数据金矿。
自2023年7月发射升空以来，欧几里得望远镜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测试调试期，如今终于开始向人类揭示宇宙最深层的奥秘。这项雄心勃勃的项目标志着人类对宇宙认知进入了全新的精密观测时代。这些海量的天文数据将如何改写我们对宇宙演化的理解？天文学家指出，欧几里得提供的精确数据能够帮助科学家绘制出前所未有的三维宇宙地图，从而揭示暗物质的分布规律和暗能量驱动宇宙加速膨胀的机制。这将彻底改变人类对宇宙本质的认知。5. 随着中国贸易战的持续，大豆种植户面临不确定性。据布法罗新闻报道，2025年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大豆种植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市场困境。9月中旬，随着收获季临近，美国农民即将收获数千万吨大豆，但全球最大买家中国已大幅减少采购。2025年4月，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的关税累计已达 125%， 导致美国大豆到岸价飙升至1026美元每吨，远超巴西大豆的580美元，使美国大豆对华出口基本停滞。数据显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占比已从2017年的 34% 暴跌至2024年的 21%， 而巴西市场份额则飙升至 70% 以上。美国大豆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预计，若关税战持续1年，美国大豆出口可能减少1000万至1500万吨，农民收入损失将超50亿美元。从2018年贸易战爆发至今，美国豆农的处境愈发艰难，曾经的黄金市场如今变成了沉重负担。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将对美国农业经济造成什么毁灭性打击？农业经济学家警告，持续的关税壁垒不仅会导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大幅萎缩和农场破产潮，还将永久性的失去中国市场份额，因为巴西和阿根廷等国正在迅速填补空缺，美国农业的全球竞争力将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6. 中国工厂机器人安装量居世界首位，制造业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据发言人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5日发布的2025年全球机器人报告显示，中国2024年新安装工业机器人达29.5万台，创历史新高，占全球新安装量的 54%， 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几乎是美国的10倍。截至2024年底，中国在役工业机器人存量已突破200万台，稳居全球首位。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本土厂商的国内市场份额首次超过外资供应商，2024年攀升至 57%， 标志着中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主导的历史性转变。从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全球最大机器人市场，到如今连续11年保持这一地位，中国制造业的自动化进程以惊人速度推进。这种大规模的机器人应用配合本土技术的突破，使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的优势变得愈发不可撼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将对全球制造业格局产生什么颠覆性影响？制造业专家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和技术自主化将大幅降低制造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进一步巩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同时倒逼其他国家加速自动化转型，否则将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彻底落后。7. 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可以在欧洲和北约的支持下收复领土。据雅虎日本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一改此前的强硬态度，罕见表示乌克兰在欧盟和北约的财政支持下，有能力以原有形式收复所有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只要有时间、耐心和欧洲，特别是北约的财政支持，乌克兰就能战胜俄罗斯。这一表态与他此前推动乌克兰对俄让步，尽快达成停战协议的立场截然相反。今年2月28日，特朗普曾在白宫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一场不欢而散的会谈，当时他强硬要求乌克兰做出妥协，甚至在公开镜头前对泽连斯基采取敌对态度。如今这种180度的大转弯令外界震惊。
但特朗普给出的3个前置条件——时间、耐心和欧洲财政支持，实际上是将军事和经济负担完全甩给欧洲盟友。这种精心设计的支持策略将对美欧盟友关系造成什么深远裂痕？国际关系专家分析认为，特朗普的表态表面上支持乌克兰，实则是要让欧洲独自承担巨额军援成本和长期战争风险，这将严重损害跨大西洋联盟的信任基础，并可能导致欧洲国家在未来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产生根本性怀疑。8. 据称，美国卫生官员利用自闭症说法来削弱人们对科学的信任。据巴西圣保罗夜报报道，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近期针对自闭症病因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引发科学界强烈质疑。9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泰诺对乙酰氨基酚与自闭症存在潜在关联，但这一说法缺乏充分科学证据支持。肯尼迪自今年1月就任卫生部长以来，一直推动反疫苗议程，并任命多名反疫苗活动人士进入疾控中心关键岗位。美国疾控中心9月报告显示，2022年美国每31名儿童中就有1名患自闭症，发病率持续上升，但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与疫苗接种无关。然而，肯尼迪却利用公众对自闭症的焦虑情绪，不断发表缺乏科学依据的声明，导致美国疫苗接种率显著下降。从推广疫苗安全到如今的反科学浪潮，美国公共卫生政策正在经历危险的倒退。这种系统性的破坏科学信任将对美国公共健康体系产生什么毁灭性后果？公共卫生专家警告，政府高官利用职权传播伪科学，不仅会导致疫苗接种率大幅下滑，引发可预防疾病的爆发，还将从根本上瓦解公众对医学科学的信任，使美国在未来面对重大疫情时变得极度脆弱。9. 尽管证据有限， FDA 仍批准亚叶桑盖用于治疗自闭症。据巴西焦点杂志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9月23日宣布，将允许亚叶桑盖用于治疗自闭症儿童。尽管该药物治疗自闭症的有效性缺乏充分科学证据， FDA 局长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做出这一决定，与前一天白宫宣布的泰诺与自闭症关联声明形成呼应。亚叶桑盖原本是一种用于癌症化疗辅助治疗的叶酸衍生物，此前从未被批准用于自闭症治疗。这一决定遭到医学界广泛批评，多个专业机构指出 ，FDA 在缺乏大规模临床试验数据的情况下批准该用途，违背了基本的科学审批原则。从历史上看， FDA 一直以严格的科学标准著称，但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这一机构的独立性和科学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干预。这种不顾科学证据的草率批准将对 FDA 的公信力和美国药品监管体系造成什么不可逆转的损害？药品监管专家指出， FDA 在政治压力下放弃科学标准，不仅会让无效甚至有害的疗法流入市场，危害患者健康，还将彻底摧毁这一全球最具权威性的药品监管机构的声誉，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国药品安全体系失去信心。10. 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后，北约将保障乌克兰安全。据乌克兰商业频道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一旦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北约将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但乌克兰在2025年内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已基本破灭。吕特强调，在美俄努力解决冲突的背景下，乌克兰的入约问题暂不会被讨论。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要求乌克兰对俄军占领地区做出领土让步，换取的安全保证并不包括北约成员国资格，而是类似北约第5条的双边安全承诺。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时，乌克兰紧急申请加入北约，到如今被明确告知入约无望，基辅的北约梦已彻底破碎。这种虚无缥缈的安全保障究竟能为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提供多少实质性保护？国际安全专家指出，没有北约成员国身份的安全承诺形同虚设。一旦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西方国家可以随时以各种理由拒绝军事介入。乌克兰最终将沦为地缘政治博弈中被彻底抛弃的牺牲品。11. 特朗普认为中东地区存在真正伟大的机会。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台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中东地区存在真正伟大的机会，并呼吁该地区各国抓住这一历史性时刻，实现和平与繁荣。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一方面，美国继续向以色列出售大量武器装备，纵容其对巴勒斯坦的军事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又与海湾国家商讨战后加沙临时治理架构，甚至在2月提出要长期接管加沙地带的惊人设想。5月中旬，特朗普访问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时，刻意绕开以色列，凸显美以利益分歧正在扩大。从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到试图推动阿以和解，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左右摇摆，自相矛盾。这种口是心非的伟大机会论述将给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什么灾难性后果？中东问题专家警告，特朗普政府一边售武给以色列，纵容其军事冒险，一边空谈和平机遇，这种虚伪的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使巴以冲突陷入更加血腥的恶性循环，让中东民众的和平梦想彻底破灭。12. 德国将与塔利班就驱逐问题举行直接会谈。据德国时代周报报道，德国政府9月14日证实，正在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就大规模遣返阿富汗难民事宜进行直接谈判。德国图片报透露，德国政府代表正在与塔利班商讨一项将数万名阿富汗人从德国遣返回国的计划，这标志着西方国家首次与被联合国和多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塔利班政权进行如此高级别的官方接触。自2021年8月美军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德国一直拒绝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合法性，并暂停了所有遣返行动。如今，为了解决国内难民问题，德国政府不惜与曾经严厉谴责的恐怖组织坐到谈判桌前。这种态度的180度大转弯充满了政治投机主义色彩。德国此举将对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和人权立场造成什么致命性的信誉损害？难民权益专家严厉批评称，德国政府为了国内政治需要而与压迫妇女、践踏人权的塔利班政权妥协，不仅背叛了西方标榜的民主价值观，更将把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难民送回充满恐怖和迫害的地狱，这是对人道主义原则的公然践踏。13. 拉里·埃里森可能入股 TikTok， 扩大媒体帝国。据 The Verge 报道，甲骨文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拉里·埃里森正在参与组建一个财团，试图在中美达成的 TikTok 框架协议下维持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9月15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表示，中美双方就 TikTok 问题达成了基本框架共识。知情人士透露，甲骨文将在这一交易中扮演可信技术提供商角色，为美国用户数据提供安全保障，而非直接收购 TikTok 美国业务。这一交易结构仍在磋商中，字节跳动持股比例可能降至9%，其余股权由包括黑石集团和风险投资公司在内的美国财团持有。埃里森作为特朗普的长期支持者，其政治影响力在这场交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2020年特朗普首次威胁封禁 TikTok 到如今的复杂交易架构，这场持续5年的博弈终于接近尾声。这种美国资本控股、中国技术加持的混合模式将对全球科技产业的未来格局产生什么颠覆性影响？科技产业分析师指出，如果交易达成，将开创一种全新的跨国科技企业治理模式。但这种模式是否真正解决了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仍存疑，更可能成为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制外国科技企业交出控制权的危险先例，从而引发全球科技产业的深度分裂。14. 苹果测试 Veritas 聊天机器人已升级 Siri AI， 并计划使用 Google Gemini 进行搜索。据科技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正在内部测试代号为 Veritas 的类 ChatGPT 聊天机器人应用，以验证新一代 Siri 技术，同时计划与谷歌达成协议，在 Siri 中集成 Google Gemini AI 模型来提供智能搜索功能。知名科技记者古尔曼透露，苹果与谷歌已于本周达成正式协议，允许苹果在 Siri 中测试 Gemini 的 AI 模型。Veritas 目前仅用于内部验证，暂无面向公众发布计划，但若测试效果理想，
这一技术未来可能全面整合到 Siri 系统中，这标志着苹果在 AI 竞赛中承认了自身技术的不足，不得不向竞争对手谷歌寻求帮助。从2024年 Apple Intelligence 发布后的反响平平，到如今被迫引入谷歌的 AI 技术，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落后态势愈发明显。苹果这种借力策略将对其在 AI 时代的市场竞争力造成什么致命损害？科技战略专家认为，苹果依赖谷歌的 AI 技术不仅会削弱其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和创新形象，还将在数据隐私和用户信任方面面临巨大风险，更可能让苹果在未来的 AI 生态竞争中永久性的丧失主导权，沦为技术追随者。15. 摩尔多瓦选出亲欧政府，桑杜领导的政党。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摩尔多瓦9月28日举行国会选举，执政的亲欧洲派行动和团结党在总统桑杜的领导下赢得了议会选举。这次选举被桑杜形容为摩尔多瓦史上最重要的选举，其结果将牵引该国能否在2030年前加入欧盟。选前，桑杜指控俄罗斯正对此次选举进行史上最强力干预，包括斥资数亿欧元贿选、招揽滋事者煽动暴力、散播假消息制造恐慌，甚至有74人因涉嫌前往塞尔维亚接受俄军训练而被捕。民调显示，行动和团结党仅以微弱优势领先，远不如2021年大选时 52.8% 的压倒性得票率。从2024年10月入欧公投仅以微弱多数通过，到如今议会选举的激烈对抗，摩尔多瓦社会在亲欧与亲俄路线之间的撕裂愈发严重。这种深度分裂的社会将对摩尔多瓦的政治稳定和入欧进程造成什么不可预测的破坏？欧洲政治专家警告，摩尔多瓦社会的严重撕裂和俄罗斯的持续干预可能导致该国陷入长期政治动荡，甚至引发类似乌克兰的冲突风险，使其入欧之路变得遥遥无期，最终沦为大国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16. 俄罗斯对中国军队进行突击战术和混合战争训练。据意大利《信使报》报道，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于2025年8月上旬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海空域举行了海上联合2025秒联合演习。演习科目涵盖海上援前救生、联合防空、联合反潜等多项复杂战术科目。演习结束后，双方舰艇编队继续开展了为期15天的海上联合巡航，于8月20日在西太平洋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标志着中俄海军第5次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这次演习是两国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和双方共识举行的常态化联合训练。自2005年中俄举行首次和平使命大规模联合军演以来，双方军事合作不断深化，从最初的反恐演习发展到如今涵盖海陆空多领域的综合性战略协同。这种日益紧密的军事合作使西方国家感到格外不安，担忧中俄军事同盟正在形成对北约的战略包围。中俄这种持续深化的军事合作将对全球地缘政治平衡产生什么颠覆性冲击？军事战略专家分析认为，中俄联合军演和海上巡航展示了两国在西太平洋和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能力，这不仅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还可能促使更多国家在中美俄三方博弈中重新选边站队，从而彻底改写冷战后形成的全球安全架构。17. 美国准备针对委内瑞拉的攻击方案。据瑞典每日新闻报报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9月26日援引4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军方正在制定针对委内瑞拉境内贩毒分子的打击方案，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启动。此前9月2日和15日，美军已2次在南加勒比海空袭所谓的运毒船只，共造成14人死亡，但委内瑞拉政府否认美方指控，强调这些船只与毒品无关，美方发布的袭击视频属于伪造。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9月1日警告称，8艘携带1200枚导弹的美军战舰和1艘核潜艇正在瞄准委内瑞拉，该国正面临近100年来最大的威胁。为应对美国军事威胁，委内瑞拉于9月27日举行了全国民防演习。从经济制裁到军事威胁，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打压手段不断升级，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完全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美国这种单方面发动的军事冒险将对拉美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什么灾难性破坏？国际关系专家严厉警告，美国以反毒为名对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践踏。这不仅会引发委内瑞拉的激烈反抗和地区动荡，还将为其他国家树立危险的先例，使拉美国家陷入新一轮的美国霸权主义干预浪潮，彻底摧毁该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18. 全球债务超过世界 GDP 的3倍，达到338万亿美元。据罗马尼亚热点新闻报道，国际金融协会9月24日发布报告显示，全球债务规模已达到近338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当于全球 GDP 的 315%， 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3倍。这一惊人数字标志着全球债务危机正在进入危险的新阶段。报告指出，2025年剩余时间里，新兴市场面临的债券和贷款偿还规模将达近2万亿美元，同样创下历史峰值。国际金融协会特别警告，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压力可能会急剧加剧，并敦促各国对所谓的债券预警保持高度警惕。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大规模举债刺激经济，到新冠疫情期间债务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再到如今债务与 GDP 比率突破300%的危险关口，全球经济已被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不可持续的债务膨胀将对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什么毁灭性打击？国际金融专家严重警告，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意味着全球经济已进入极度脆弱状态。任何黑天鹅事件都可能引发连锁式的主权债务违约和金融市场崩溃，导致比2008年更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并可能将世界经济拖入长达10年甚至更久的大萧条。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了，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